里面有专属于监察者的面具和球员信号弹，收好了。周老师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怎么不想见到我？在外院，我是你们一班的班主任；在内院，我是史莱克监察团的领队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。他们几个修为低的会拖慢我们的速度。等会儿我带着霍雨浩，戴耀恒你带王东，林洛尘你带潇潇。这是我从军中借出来的，我们用这个飞。魂力注入魂导器后会向地面喷射，升入高空后折翼会张开，魂导器会将向下的推力改成平行推力，这样我们就能在空中加速飞行了。哦，能一下子借出这么多飞行魂导器，不愧是星罗帝国元帅的嫡长子。宇浩，你试试。好先进的飞行魂导器，想不到星罗帝国的魂导器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但我习惯用自己的飞行魂导器了。控制好魂力和平衡力，再试试。我成功了！那就出发吧。出发！仙魂师常出没于各国难以管辖的交界地带。史莱克因此被赋予无需通报直接截杀的权利。我们这次的目标死神使者，就出没于星罗帝国与日月帝国接壤的明斗山脉。死神使者，那是一名邪魂师，他手下有一整支下属盗匪团队，专门截杀过往商旅，罪行累累。我们的任务是一个不留，全部歼灭。什么是邪魂师？就是拥有极为特殊的邪恶武魂的魂师。武魂也有邪恶的吗？武魂本身并没有正邪之分，但是如果这个武魂需要以特殊方式进行修炼，那么这个武魂就必定是邪恶的。600多年前，大陆上出现了一位封号血鹰的邪魂师，邪恶的修炼之法，令血鹰斗罗在短短20年内就达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。那一任的史莱克监察团团长寻找了5年之久，才亲手将他铲除。可在那之前，已经有10几位监察团成员死在他的手上。那我们这次要对付的死神使者，怕了吗？谁怕了？星罗帝国元帅就驻扎在明斗山脉，他会给予我们一定帮助。星罗帝国元帅，那不就是白虎公爵？宇浩，现在我们是监察团的兄弟了，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，华彬欠你的，我替他还。瞧你那点出息！玄老，前面就是军营了。代号修为极高，你是魂斗罗，很容易看出你的伪装。而且他身份显贵，为了表示尊重，我就用真容带他们进去吧。啊？那玄老，我老人家可就没兴趣跟达官贵人套近乎喽。伪装？真容？走吧。周老师，你竟然是个大美女！别人都是扮年轻漂亮，周老师你怎么会扮得又老又……你们平时都觉得我又老又丑，我的真容并没有什么威慑力，与我严厉的教学理念不符，
所以就用我的武魂八面玲珑伪装成了一个严肃的老太婆。原来是这样。什么人敢擅闯军营？大少爷，敬礼。星罗帝国的军队主要由西方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组成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西方集团军的军营。为了防范日月帝国，这里的兵力高达50万，是星罗帝国最精锐的军队。好大，好整齐！威风凛凛，杀气拥有这么一只铁血雄狮，肯定能战无不胜。有朝一日，我也要效忠于我的国家，建功立业。元帅，大少爷和史莱克学院的人来了。父亲。父亲，就是他，害了妈妈一生，妈妈却始终没能忘却。这位小兄弟，我们见过吗？没有。父亲，这是我们学院的周一老师和我的同学们。见过公爵大人，你还好吗？欢迎周一老师以及史莱克学院的各位高材生。公爵大人无需客气，只要您让属下提供给我们死神使者的线索就可以了。王东，你今天这是……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听大家说起魂导器的时候，心里就莫名的烦躁。在我脑海中，似乎还有另一个意识在排斥魂导器。另一个意识？难道王东的精神之海里也有别的存在？王东，你信得过我吗？我是精神系魂师。如果你脑中真的有另一个意识，我可以进入你的精神之海一探究竟。我相信你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。不要抵抗我的精神力进入你体内。那是什么？宇浩，快跑！不好，宇浩有危险！小胖！王东，你是小东。等一下，大哥，小东有危险。封印只被触发了一瞬间，小东没事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我去一趟史莱克吧。二弟，你这是关心则乱，小东没事。
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史莱克。你要知道，他也在时刻看着呢。是啊，不过封印被触发也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得多派几个宗门弟子暗中保护小东。不错，不只是小东，替他守护这个屹立万年的古老宗门，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王东，你好强大，好神圣的气息。这股力量是在保护王东吗？一老，王东的精神之海隐藏的究竟是什么？会不会对他有所损伤？那是封印的力量，用来守护王东的精神之海不被侵蚀。封印？约浩，你不要尝试窥视王东的精神之海，这股力量源自于一缕神识，足以让你形神俱灭。好险！神识是什么？所谓神识，就是神明的一丝意识。神？王东的身世很不简单，他精神之海中的那缕神识，其原主的强大难以想象，即使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王东到底什么身份？宇浩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窥视你的精神之海对我的消耗有点大，我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早知道会让你这么累，就不要你做这事了。别在意这些，我们可是队友。赶紧修炼浩东之力，明天循环赛第2轮就要开打了。今年是我们光荣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4000年来最强的一年。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，告诉我，他们是谁？史莱克。好，今天我得到探子情报，史莱克学院只来了3名正选队员，7名预备队员。啊什么？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蔑视，对我们彻头彻尾的蔑视。马如龙，在。这一届比赛再输给史莱克，你这个正选队长滚出皇家学院。是。马老，事情没这么简单吧？史莱克学院可不是傻瓜，他们很清楚，派来3个正选，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萧红尘，你千万不要小瞧史莱克，狮子搏兔，亦需全力。马老，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。日月战队是4000年以来最强的一届，史莱克阵容不全，输定了。哼，九妹，你太在意胜负了。史莱克并不简单，如果不是他们作为定海神针屹立在边境，日月帝国的狼子野心早已爆发，我们亦会腹背受敌。皇兄，我知道当年我们许家带领军民驱逐外敌，才成为帝国之主，如今却是人丁单薄，而败落皇权的白虎公爵一脉日益强大。陛下，臣回来了。哼，代号贤弟回来就好。今天耀恒作为史莱克副队长出战，你这个做父亲呢，正好与我一起观战。是，陛下。
帝国第一统帅，西疆边境的守护神白虎公爵代浩大人。他怎么来了？是副帅，他赶在我比赛这天回来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太后大人！所以，我们更加需要发展自己的力量。根据菜头、楠楠和潇潇上一场对日月学院的观战和分析，我大致推测出对方团战的阵容，其中灵犀、陈飞、米迦、萧夏风都有魂王级别和至少5级魂导师的实力。米迦擅长制作和使用雷电属性的魂导器，灵犀的防御系魂导器很多，通常会挡在队伍最前方。陈飞的武魂闪鸟速度极快，擅长奇袭。萧夏风是食物系，可以提供补给增幅。但马如龙、萧红尘、孟红尘的实力，我们还知之甚少。毫无疑问，他们3人是日月战队里最为神秘强大的，不可不防。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史莱克，一胜！请双方团战成员上场。竟然不派多次力挽狂澜的霍雨浩和王东上场，史莱克有何打算？霍雨浩，你不是要来总决赛跟我打吗？怎么不敢上台了？小心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全大陆最强的年轻人，尽情展现你们的风采吧！我宣布，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决赛正式开始！日月战队防住了徐三石的第1次玄冥置换，又放出大量5级魂导炮弹，试图先发制人，却被耀恒的白虎流星雨挡下。虎父无犬子啊！陛下过誉，真正挡下攻击的是马小桃，极品凤凰武魂的灼热威力果然强大。看，他已经率先攻入敌方阵中了。灵犀，拦住他！凤凰向天剑！别去小心！灵犀淘汰。好机会，全民置换！你找错对象了，我的速度比你的置换更快。置换未生效时，你的位置也被固定了。我真正的目标是你。快直下！以彼之矛攻彼之盾，这个主意值不值得点赞？
是6级魂导器坚韧之臂，玉玺自动触发，能抵御7级魂导器的力量。日月帝国还真是下血本。5对1，是不是给了你们一种胜券在握的错觉？反击！你的对手是我。马如龙竟然还有一件7级魂导器，这叫雷电之玉，会产生远超人体承受范围的雷电能量，很难破坏。史莱克5人被困，不过笑红尘也被包围其中。难道他们打算牺牲笑红尘，来换取对我们5名队员的重创？不，这是他们的战术。接下来，笑红尘恐怕会使出群体强攻式的必杀技——金属控制，金之凝形。接受炮火的洗礼吧！笑红尘陷入包围，却反而成为了他发动群体反击的机会。笑红尘非但不是牺牲品，而是他们的绝杀之器。日月学院队中实力最可怕的，并不是队长马如龙，而是笑红尘。这个序章大家还满意吗？那么，正戏要上演了！金之沸腾，金之牺牲。128座5级魂导炮，一个魂王怎么可能驱动？武魂3族金蝉擅长金属控制，萧红尘还能连施4个魂技，大大提升金属威力。大家快到我这里来！史莱克的小怪物们，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怪物。日月帝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。狠狠的打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史莱克！这个萧红尘竟能以一己之力强势压制史莱克5人，实力堪称恐怖。白虎护身阵，白虎金刚鞭，白虎魔神鞭。你很爱出风头啊，那我就满足你。孟红尘，5环魂王，5级魂导师；王东，3环魂尊；霍雨浩，2环大魂师，2级魂导师。纸面实力差距非常大，不过本届大赛，史莱克不止1次上演奇迹了。这个孩子让我有些奇怪的熟悉感。史莱克学院对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223之战第2战，比赛开始。主攻手是王东。此前比赛，除了击败正天学院的那一锤，从来都是霍雨浩扮演战斗核心的角色。此前比赛，为了隐藏雨浩他们3人的修为，王东极少出手，日月战队对他的认知几乎为0。有2把刷子，当天不够，给我下来！精神干扰！不要被他碰到！已经晚了，冰蝉之毒！恐吓青龙！
巨毒入体，他完蛋了。劫神斩！冰皇护体。怎么回事？你早就该毒发了。诸秦冰蝉拥有冰火双属性，但无论冰还是火，都会被极致之冰所克制。诸秦冰蝉之所以不敢进极北之地，就是因为那里有他的天敌冰碧蝎。区诸秦冰蝉也敢在冰碧蝎前妄称剧毒？我承认我小看了你们，但这届大赛，荣耀必将属于日月。是武魂融合技。红尘眷恋。这是他们成功了，第3个武魂融合技。虚无中的真言，心灵风暴。竟是武魂融合技的对决。史莱克的武魂融合技攻击力更强，范围更广，但融合的双方分别只有2环和3环，魂力很快会耗尽。而日月的2个却都是5环魂王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对方魂力远高于我们，必须使用第4个武魂融合技。第4个武魂融合技在练习时一直没有成功，但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。武魂融合技成功的关键在于彼此的信任。王东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愿意。冰霜中的毒火，往事一场。第4个武魂融合技，这2个样子好样的。这个世界是什么女生？走过山水一场梦一场，那迎风呐喊的海浪，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？冒险的人是否会遇上？终极飞在你是谁手上？那深埋心底的偏好，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？沿途地上你点点转入心窝。怎么可能？武魂融合技的使用是有冷却时间的。我1号跟王东分别只有2环和3环，按道理使出武魂融合技之后，至少3天无法再使用。原来越回去的美，才能淹没了脆弱。是个勇敢与生与梦相拥，爱上我就一生踟蹰，光华不过刹那而已。身容败落，一朝一夕，玩值一时风月，患得患失。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。送千万人醉红尘，或幽作，或喜乐，皆梦幻泡影，清明无际，我见真我。
疯了！史莱克，果然是怪物学院。这两个孩子，难道真的是怪物？霍雨浩和王东之前的比赛就用出过黄金之路和天地之锤2个武魂融合技，加上这2个，两人共有4个武魂融合技。怪物，这绝对是怪物。 223之战结束，决赛总比分：史莱克学院2比1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全大陆高级魂师斗魂大赛冠军史莱克学院。雨浩，我们赢了！史莱克学院，史莱克赢了！太好了，史莱克！ 你们是我的骄傲。霍雨浩，本体武魂灵武，哼，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。 年轻人们，你们用实力赢得了荣誉与掌声，当然还有应得的奖励4块魂骨。宇浩、王东，你们去吧。一路走来，你们为团队做的贡献最大，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。这块冰辟蝎左臂骨属于你了。流离失所的子民啊，回到我的身边吧。我真的好幸运，能进入史莱克这个大家庭。小东，带你朋友进来吧。 参见少主。少主，你回来了，有请。你是少主？这2个人类的气息不亚于10大凶兽。他们的实力，即使放在凶兽中也位居前列，比全盛时期的我还强。奇怪，这2人身上怎会有与我相似的神识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还是大哥你厉害。 你的力量又有不少提升，但技术生疏了，还得多加修炼。二爹，你又在自讨苦吃了。小东，回来了。大爹，二爹。好像长高了不少。他就是霍雨浩，他们是我的大爹、二爹。
切磋较量是他们的日常修炼。两位伯父好。老夫姓太，你叫我太伯就行。老夫叫牛天。太伯，牛伯。小友，我家小东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，我们昊天宗当然也不会怠慢。大宗主、二宗主，客房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带这位霍小友去吧。走，我跟你一起。大哥，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？很不一般。他的修为虽然只有40几级，却有着一枚10万，不，是数十万年魂环。这意味着有凶兽心甘情愿献祭给了他。献祭？就跟当初。我们昊天堡1层是驻宗门弟子，2层则是款待客人和宗门长老居住的地方，3层是我大爹、二爹还有我，还有我姐姐，我们住3层。王东，你没告诉过我，牛伯和太伯是昊天宗的2位宗主啊？我给忘了。大爹、二爹是我父母的兄长，你不用这么紧张的。那你亲生父母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大爹二爹告诉过我，爸爸妈妈只是出远门了。好有气势的雕像。他们是我们昊天宗的先祖，中间这位是先祖唐晨，左右2位是响彻一时的昊天双星、昊天斗罗和啸天斗罗。昊天宗，不愧为名震大陆的第1宗门。你的房间就在这里了，洗漱用品我会叫人送过来的。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吃饭叫你。这床怎么这么冷？这是玉髓，万载寒冰玉髓啊！那是什么？那可是天才地宝，肯定是王东特意给你安排的。要知道，当初哥就是在极北之地发现了寒冰玉髓矿，才能获得现在的修为的。寒冰玉髓对修炼极致之兵大有裨益。宇浩，你赶紧上去运转魂力，我助你突破修炼瓶颈。果然是天才地宝，我的魂力正在快速提升。雪女，你也借助寒冰玉髓稳固一下封印吧。哇！宇浩感悟这4具是精神力前所未有的凝聚。45、46，我的魂力升到47级了，提升太快了，来不及维持模拟魂技了。是韩玉芳，看来东二堆那小子不一般呐。这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宇浩精神之海的封印又开启了2道，这样快速提升，我可以提前解开精神力封印了。糟糕，我的本源之力被唤醒了。剑哥，一老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停！我的封印松动了。
是宇浩的房间。大哥，这股汹涌的魂兽气息是怎么回事？献祭，不是自爆。自爆，数十万年修为的魂兽自爆，才会有这等凶悍的气息。快通知宗门弟子撤离，否则整个昊天宗都会被炸毁。